喺呢一邊嘅香港人，包括我自己，我都係覺得前面係好多唔確定到嘅嘢。咁我身份係專業移民啦，本身我係香港嘅護士嚟嘅，我個護士牌喺台灣唔認可。我會而家比較多諗嘅係期待我坐上飛機嗰一刻，去到另外一個地方，我之後可以過點樣嘅生活咯。1年幾前，洪國謙同另外2位移居台灣嘅香港牧師成立咗淡水香港教會，每逢禮拜日都會借用淡水一間教會嘅場地舉行崇拜。我哋睇到呢邊好似越嚟越多香港人喎，咁我哋就開始考慮會唔會我哋喺呢邊開一個教會去 serve 一班有需要嘅香港人呢？去支援佢哋，無論係情緒啊，或者係本地嘅適應啊，或者係喺生活移民上面對嘅困難啊，等等呢啲咁嘅問題。咁我哋有甚至乎其實佢哋過到嚟呢邊，佢哋可以揾到一間同聲同氣嘅教會。其實好多人翻到嚟呢個教會呢，佢都會表達一樣嘢，就係終於聽翻廣東話啦，咁樣樣，終於見翻啲香港人啦，講翻啲香港嘢啦，又或者一齊去揾翻啲香港嘢嚟食啦，咁樣樣。咁其實呢個我覺得已經係對佢哋一個好大嘅 support。教會成立咗1年幾，教友數目維持喺40幾人。不過最初返教會嗰批教友，幾乎都已經離開台灣。營運教會嘅核心人物都只係剩返洪牧師一個。我哋最初成立教會嘅時候，第一次返嚟嘅，其實已經係應該全部都轉晒人咁滯㗎啦。即係有好多已經係去晒英國啊，有啲就回流返香港啊，咁樣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呢度嘅人呢，已經係唔同晒咁滯㗎啦。有一啲人佢哋開始嚟投資移民或者係專業移民，佢哋已經滿足咗嗰個要求啦。咁跟住呢，佢哋開始申請定居啦，唔同嘅人。咁佢哋可能就開始面對一啲申請定居上面嘅困難。嗰陣時開始呢，就開始有啲人呢，就考慮咧，就要離開台灣嘅。其實有啲 sad 嘅，我覺得，因為嗰啲時間建立關係嗰啲嘅人，慢慢一個又走下，2個又走下咁樣，咁就熟嘅又走咗，唔熟嘅又走咗咁樣。根據移民署數據，2019年6月到舊年11月，累計有大約3萬個香港人獲批居留證，可以短期留喺台灣。不過獲批定居，即係成功申請身份證嘅人數比例就持續下跌。到咗近半年，每個月獲批定居嘅人數更加跌穿至2位數。香港人移民台灣，其中以投資移民佔多數。申請者要投資600萬台幣做生意，投資期限至少1年，亦都要喺台灣住滿1年，先符合資格攞到身份證定居。2年前，台灣當局提高投資移民門檻，包括要求投資者開實體店，起碼要請2個台灣人，同埋延長投資期限到3年。不過唔少人達到要求之後，申請入籍嗰陣都被一拖再拖。其實我哋商場都有超過
個香港人嘅店鋪嘅。咁喺過去9個月，而家應該係得返2-3個鋪咯。咁同埋見到我哋鋪頭附近其實都有好多香港人嘅店鋪啦，大家都係好努力咁樣去營運我哋嘅生意啦，點樣去迎合台灣政府嘅要求啦。透過投資移民嚟台灣嘅 Cindy， 1年前喺呢個商場開鋪，經營手工藝嘅小生意。喺香港冇做過生意嘅佢，由零開始摸索，一步步建立本地嘅客群。咁而我嘅生意就係由本身冇乜人識啦，到真係有一啲台灣嘅在地客人啦。咁有一啲嘅客人真係會特登由台南啊、高雄啊、苗栗搭幾個鐘頭火車嚟揾你。咁之後亦都會喺網上邊可能會同你啲交流啦，或者好評。舊年年初 ，Cindy 喺台灣住滿1年，符合舊制定居同投資期限1年嘅要求，申請定居。不過就同好多投資移民嘅港人一樣，喺冇明確原因之下，收到移民署延長觀察1年嘅通知。咁其實唔係好清楚佢哋想觀察啲乜嘢咯。其實我哋係有晒專業會計師嘅帳目上嘅審批啦。咁而佢哋自己每一個相關嘅政府部門其實都有上嚟睇過你個營運方式，以一個突擊嘅檢查嘅方式上嚟睇。之後佢哋都覺得你盤生意其實冇咩問題，但係又唔會批你嘅話，咁係嗰個綜合咁多個因素，嗰個不明朗係令到我哋決定離開咯。咁而家又要重新再執拾啦，係冇諗過要再第2次要再走咯。當然離開係我哋選擇嘅，佢從來冇正式去拒絕過我哋，只不過係大家當初都喺一個好慌亂嘅心情之下離開啦，而又相信咗一個當香港人嘅口號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再次選擇離開，其實冇可以怪任何人咯。只不過係一啲我哋自己選擇相信，但係發覺同我哋想像中有心情係有落差嘅時候，我哋自己選擇離開，最終係得唔到我哋想要結果。咁但係唔緊要嘅，我哋都會去努力展望之後嘅新生活嘅。我會而家比較多諗嘅係我期待我坐上飛機嗰一刻，去到另外一個地方，我之後可以過點樣嘅生活咯。投資移民嘅人睇唔到前路，專業移民嚟台灣嘅人一樣難關重重。我覺得台灣人嘅溫度係最吸引我嘅。即係可能以前讀書啦，細個啲嘅時候啦，已經會一個人嚟台灣去旅行啦，跟住之後每年都會飛台灣幾次。呢2年喺台灣唔返得工有咩做啫？咁我都真係周圍去旅遊下啦。我本身都中意遊山玩水嘅，咁台灣有好多山，有好多白岳或者小膠山，咁呢2年都有去咗唔少。喺香港做咗6年護士嘅阿怡，2021年年初透過專業移民嚟到台灣。根據台灣當局規定，住滿1年就可以申請定居。不過阿怡住滿咗1年，申請定居之後，先收到移民署嘅額外要求。咁呢1年我都冇離開過台灣啦。咁今年年初就真係居留滿1年就入紙申請定居啦。等到而家啦，2022年就嚟結束啦。即係 keep 住佢哋保檢同保檢啊，收咗2封信而家。佢就保檢就叫你填呢年喺台灣有啲咩，即係做過啲咩事，有咩生涯規劃。移民署亦都要求佢考返台灣護士牌，或者喺台灣從事護士相關嘅工作。不過阿怡以專業移民身份喺台灣定居期間，唔可以直接從事護士呢一行，因為香港嘅牌照喺台灣唔認可。咁我要做翻護士喎，但係我牌而家唔得，成件事就好矛盾咯。咁就導致到其實呢2年喺台灣都冇
質做嘢。咁可能保檢另一個問題就係、有冇喺度考翻相關台灣認可嘅執業資格，即係總之台灣嘅護士牌啦。咁咧我係冇嘅，唔係我唔想考，即係因為台灣嗰個課程內容同香港護士嘅課程內容唔太同啊，搣唔到台灣呢邊考試個門檻個要求。無奈之下，阿怡打算暫時翻去香港。嗱，我唔知用朝令夕改呢個字啱唔啱啦，但係真係個政策係一路在變咯。同我同期嘅咧都走咗啦，我識嘅咧係真係冇人成功咯。咁我都唔覺得我對台灣係零貢獻，絕對唔係咯。我有自問啊，我都好努力喺度生活。我有時望住自己屋企出面個風景，我覺得點解我唔可以留低咧？即係我都會感慨係咯，我真係要走咯，我真係要翻香港啦，因為真係冇錢繼續磨落去啦。過去2年，台灣多次收緊移民政策，香港人申請台灣定居，一般要經過聯審，即係由移民署、陸委會同國安局組成嘅審查機制。過往有唔少人因為曾經喺香港擔任公務員、做過中資背景公司嘅工，或者因為喺中國大陸出世而被否決申請。雖然申請人可以上訴到行政院，但睇返公開嘅上訴結果，幾乎冇個案成功。我要一個 A 餐。A 餐，對。好的，搭配什麼飲料呢？我要熱奶茶。 OK， 好。好味，喺呢度好難食到呢啲嘢。有陣時想揾翻下啲港式嘢食啊，咁樣揾一間嚟食下咯。呢間係好好嘅嚇，算係。而家喺香港，你會食乜嘢？而家翻好多嘢都想食喎，譚仔啊，即係真係食下茶餐廳啦，去翻我好中意食嗰間，買翻個漢堡包食啦。2年前，洪國謙以傳教嘅身份，一個人嚟到台灣。過嚟台灣咧，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社會運動啦。其實我屋企人一路都好擔心我嘅嚇，因為我幾乎每一日都出咗去。咁加上有咗國安法之後，咁佢哋更加擔心啦。即係究竟唔知會幾時拉到我啊咁樣都唔知嘅。咁亦都俾人起過底啊，咁亦都令到家人會擔心咯。所以最後都係決定離開咁樣。根據台灣規定，以傳教身份居留嘅人，無論喺台灣住幾多年，都申請唔到身份證。洪國謙於是想改為申請專案，繼續留低喺台灣。咁所以而家就希望能夠申請轉身份啦。咁如果轉到身份嘅話，咁其實對於我嘅將來我就會確定啲咯。我知道我嚟緊應該要做啲乜嘢啊？幾年之後我可唔可以申請到定居啊？咁如果唔係，我就要點樣樣啊？咁我都要諗咯。係啊，但係而家咩都未確定，係啦。我而家可以做嘅就係喺呢度教會，既然有好多嘅人事變動啊等等啲咁嘅事情，咁我咪盡量嘗試做一啲嘅嘢去安定教會啊，同埋去帶住佢哋，令到教會知道自己行喺前面條路嘅時候做緊啲乜嘢。即係我覺得呢個時候係我最可以做嘅嘢嚟㗎啦。過去1年都係年幾都係自己一個人住，咁就住喺呢度裏面一個好偏僻嘅地方。咁跟住就有個影城咯，咁個影城就係我其中一個最常去嘅地方，因為我一落樓下角對面就係啦。咁冇咩做咪睇戲咯。咁其次就係可能就係去家樂福啦，嚇，因為冇咩好做啊。咁就喺家樂福推住架車仔咁咪喺度行咯，嚇，又唔使買嘢嘅，就咁行，又有冷氣。過去嗰1年咧，其實我咪就係一個人喺度咯，嚇，因為佢哋未過嚟嘛，就係嗰種孤單感同埋
暴力感呢，你係唔知點樣去面對嘅有陣時。我覺得喺呢一邊嘅香港人，包括我自己，我都係覺得前面係好多唔確定到嘅嘢。當然啦，我哋又唔能夠話即係邊個承諾我啲乜嘢一定要點啊咁樣。但係其實有陣時人就係好需要一種咁樣嘅安全感。香港人喺呢邊好似就缺乏咗一種咁樣嘅被認定同埋安全感嚇，所以其實我都係覺得好似自己喺呢邊暫時都係乜都好被動啊，乜都捉唔緊咁樣樣，太多捉唔到嘅嘢，我哋都唔知點樣去做好咁樣樣。因為都係嗰句啦，點解而家又要打格仔又要變聲啊？因為我自己都處於一個等緊移民結果嘅人，唔方便 expose 太多自己個人資料，陣間可能移民處哇你上過呢個節目，即係可能你咁樣講過呢啲嘢，即刻唔批我或者點樣，就費事啦，係啦。唔驚嘅，我又唔係啲咩人物，我又冇講啲乜嘢，應該冇啊。我只不過係講啲好平常嘅嘢啫，我覺得，亦都係一啲好現實嘅嘢。但如果咁樣都有問題嘅，咁我都唔知可以講乜。我哋喺香港嘅人離開香港，其實就係唔想自我審查啊嘛。咁如果嚟到呢度，哇！我哋原來係要繼續自我審查過生活嘅，其實我過嚟做咩啫？係咪？咁其實。咁咪其實同我返香港活喺香港嘅國度冇乜分別咯，係啊，所以我唔會選擇自我審查去講啲乜嘢。